你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那场天降火焰毁灭城市，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在一瞬间，天空仿佛被点燃，一座繁荣的青铜时代城市被彻底抹去，建筑消失，骸骨被震碎，像干枯的树枝一样断裂，大地化为灰烬。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谜团一直停留在创世纪的叙述中。天降火与硫磺，城市被吞没，有人化作岩柱。长期以来，学者们将其视为一种预言，但新的证据却暗示着某种更加可怕的可能。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或许源自一场真实发生过的末日级灾难。在死海边缘，曾经被称为基卡尔平原的地方，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座名为塔尔埃尔哈曼的遗址。这是一座巨大的防御城市国家，在当时规模甚至超过耶路撒冷和耶利哥。它曾繁荣了3000年，是南部地区的明珠，但在大约公元前1650年却突然消失。考古人员发现的并不仅仅是遗迹，而更像是一处被火焰定格的犯罪现场。整个遗址覆盖着一层厚达5英尺的炭灰层，里面夹杂着被粉碎的泥砖和融化的陶器，残骸遍地，陶片被高温融合成绿色玻璃，泥砖像被煮沸一样鼓胀破裂，有些甚至直接气化。现场温度曾超过约2000摄氏度，比火山还要炽热。那么，这种毁灭是怎么发生的？一种可能是天空中发生了流星爆炸。根据2021年一项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塔尔埃尔哈曼可能毁于一次类似汤加级的宇宙空爆事件。一颗直径约50米的彗星或陨石在大气层中爆炸，释放出的能量超过1000颗广岛原子弹，就像一股向下喷射的火焰风暴，瞬间焚毁了地面的一切。研究指出，冲击波以超音速席卷城市，一块重达约400公斤的石质磨盘被直接抛向空中，地面还发现了冲击石英。这种矿物只会在类似核爆级的极端压力下形成，同时还检测到微型钻石、熔融金属以及铱和铂等稀有元素，这些都是宇宙撞击的典型标志。但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爆炸还将附近高盐土壤和死海中的盐分瞬间气化，并洒落整个约旦河谷，使土地被盐严重污染，农业彻底崩溃。在半径约24公里范围内，上百座城市和村庄被遗弃。这片区域在接下来的600多年里几乎成为无人区。创世纪中描述的天降烈火、烟如炉起、大地化盐，这些长期被视为神话的描写，如今却在某种程度上与塔尔埃尔哈曼的毁灭形成了惊人的呼应，甚至连城市的位置，死海东北、约旦河平原，也与圣经记载相吻合。当然，也有研究者对这些矿物和地球化学证据提出质疑，认为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是一次宇宙撞击。但即便物理机制仍在讨论之中，考古证据却不容忽视。剧烈的毁灭层、燃烧的遗迹、破碎的建筑、支离破碎的人类遗骸，以及一座在繁荣数千年后突然沉寂的城市，这里确实发生过某种极端事件。那么，这到底是战争、地震、意外事故，还是某种从天而降的力量？如果真的是一次空中爆炸抹去了这座城市，那么当时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很可能将这段记忆口口相传，最终被写进创世纪。它不再是科学报告，而是一种用当时认知去理解灾难的叙述，一种神的愤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将近4000年前，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亲眼看见了一块来自太空的岩石在天空中爆炸，而他们唯一能理解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切称为神罚。末日并不总是从天空降临，有时候它是从地平线慢慢出现的。起初很安静，直到连海洋本身都开始移动。诺亚方舟的洪水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就像世界末日一样。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音1小时比1小时更大，最终变成一面声音之墙，紧接着是一面真正的水墙。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可以用史诗来形容。地中海的水位在数百年间不断上升，最终冲破了位于今天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道天然堤坝。在短短几天内，咸水以相当于200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流量涌入黑海盆地，冲刷出一条深达约90米的水道，并以每天约 1.6 公里的速度吞没肥沃的农田。这大约发生在7500年前。对于当时生活在黑海沿岸的人来说，那是一片由河流、三角洲和村落组成的土地。这一切可能就像天空突然被撕开了一样。灾难是真实发生的，但它是否演变成了洪水传说，
这一理论被称为黑海洪水假说，最早由哥伦比亚大学的2位地质学家威廉·瑞安和沃尔特·皮特曼在1997年提出。他们通过黑海海底的沉积物样本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在海洋淤泥层之下存在着淡水生物的贝壳残骸，还覆盖在更古老的河流三角洲沉积之上。这些证据指向一个结论：这里曾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个巨大的淡水湖转变成了咸水海。这种突变可能淹没了多达约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考古学家还发现，在相近时期，欧洲和中东地区突然出现了新的文化和习俗，从尼罗河三角洲到更远的内陆地区。有人提出，这些人或许是被洪水驱赶的气候难民。那么，这场洪水的记忆是否被一代代口口相传，最终写进了宗教经典之中？创世纪中描述，深渊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敞开，雨降了40昼夜。但这并不是唯一关于毁灭性洪水的故事。比圣经更古老的苏美尔史诗、吉尔加美什史诗同样讲述了神明提前警告一位造船者，让他在洪水中幸存的故事。类似的洪水传说几乎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黑海洪水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一次真实发生的地质事件，其规模足以在人类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并最终演变成神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2009年，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对这一灾难规模提出质疑。新的研究表明，在洪水发生之前，黑海水位可能只比今天低约30米，而不是此前认为的80米。被淹没的区域也可能只有约2000平方公里。这足以破坏早期农业，但远不足以构成全球性灾难，更不至于让人建造方舟。即便这场洪水并非毁灭世界的灾难，对于那些站在岸边看着海水一天天向内推进的人来说，那依然可能是一场世界末日。洪水可以改变地貌，但还有另一种灾难，来得更加突然，更加暴力，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给它赋予一个形象。地面像水一样翻涌，屋顶在空中碎裂，火焰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那是1855年11月11日，在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一场地震正在吞噬这座城市，造成多达1万人死亡。然而就在几天之内，一种奇特的图像出现在街头，一条巨大的鲶鱼瞪着眼，露出诡异的笑容，被压在一块神圣的巨石之下，却仍能挣扎着掀起灾难。它的名字叫鲶鱼神。在许多人眼中，它既是灾难的罪魁祸首，也是某种象征。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这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区域，每年大约发生1500次地震，占全球6级以上地震的约1/5。尽管国土面积不大，但全球约10%的地震都发生在日本或其周边地区。生活在这里，就意味着脚下的大地随时可能震动。在现代地质学出现之前，人们试图从自然现象中寻找答案。他们发现，在地震发生前的几个小时，鲶鱼会突然浮出水面，剧烈扭动挣扎。这并不是传说，渔民一再目睹这一现象。这种关联逐渐在大众心中扎根。到了公元7世纪，一个新的神话逐渐形成，地下有一条巨大的鲶鱼，它就是引发地震的原因。而这个故事的源头甚至可能更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在更早的绘画中，人们还用蛇和龙来解释地震，认为正是这些生物在地下翻动，才让大地震动不安。鲶鱼神，一条巨大的鲶鱼，带着狡黠的目光和不安分的尾巴。事实上，鲶鱼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它们的身体能够感知微弱的电场和磁场变化，依靠高度敏感的皮肤，它们可以在地震发生前的细微震动和压力变化中产生反应，常常在地震发生前几个小时就开始扭动、翻腾，甚至浮到水面。因此，它们在古人眼中逐渐变成了灾难的预言者。根据传说，这条名为鲶鱼神的生物被囚禁在日本列岛下方的黑暗水域中，它巨大的身体紧贴着地下岩层，当它摆动尾巴或挣扎时，地面就会随之震动。而负责镇压它的是雷神间武神剑狱雷神，他用一块巨大的神石曜石将鲶鱼镇压在地下。直到今天，这块石头依然存在，被供奉在神社之中，就像一枚插入大地的矛，试图阻止灾难的发生。但即便是神，也会有疏忽的时候。当雷神的注意力稍有松懈，鲶鱼就会挣脱束缚，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1855年江户大地震之后，这一神话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大量木板画被称为鲶鱼绘。
出现在街头。画中这条巨大的鲶鱼大笑着翻腾，人们用铜钱购买这些画作，在市场中流通。有些画作描绘的是地震让富人的财富流入街头，财富被重新分配，而木匠和劳工则因为重建城市而获利。在这种叙事中，鲶鱼虽然带来破坏，却也象征着重生与重置，一种类似世界重新洗牌的力量。直到今天，鲶鱼的形象依然存在。日本气象厅在地震安全宣传中常常使用卡通鲶鱼作为标志，在东京的街头也能看到带有鲶鱼图案的警示标识，提醒人们这里是地震多发区域。它既是象征，也是某种预警的隐喻，仿佛在提醒人类，也许自然在某些时刻比我们更早感知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有些灾难并没有怪物的形象，它们只是让一片土地缓慢下沉，最终在某一天彻底消失。比如被称为英国亚特兰蒂斯的多格兰大陆，如果亚特兰蒂斯并不是在一瞬间毁灭，而是缓慢消失的呢？如果它是在多年时间里一点一点被海水吞没，直到最后被一次突发事件彻底终结，这正是多格兰的命运。这片曾经连接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广阔土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不断缩小，海平面逐渐上升，森林变成沼泽，河流被淹没，人类一再适应环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某一天，灾难突然降临，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底，一次巨大的海底滑坡发生，约3000立方公里的海床突然坍塌。这个体量足以让一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大小的区域被数米厚的沉积物覆盖。当海底塌陷的瞬间，引发了一场巨型海啸，一道巨大的水墙横扫北海，足以抹去最后残存的陆地。当这场海啸过去，多格兰几乎彻底消失，没有规则，没有预警，只留下记忆。也许这正是后来亚特兰蒂斯传说的来源之一。曾经的多格兰是一片由河流、湿地和广阔平原组成的土地，人们可以从今天的英国步行到丹麦，躲避猛犸象和驯鹿，偶尔遇到狩猎的人类。在鼎盛时期，这里遍布湖泊与森林，由河流滋养。随后冰川开始融化，最初是缓慢的变化，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剧烈。到海底滑坡发生之前，多格兰已经缩小成一座低洼潮湿的岛屿，人们依然生活在那里，勉强维持了最后的土地。这场最终摧毁多格兰的灾难始于远北的海底，大约3000立方公里的海床塌陷引发的海啸，在某些地区高度可达10几米，在苏格兰甚至推进到内陆数十公里。而在海拔不足5米的多格兰，人们几乎无处可逃。来自北海拖网船打捞出的骨骼和工具，通过放射性探测年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在人类活动的时间线上，这片区域在海啸之后突然消失，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停止出现，就像灯突然被关掉一样。而在欧洲各地，人们关于沉没大陆的传说却一直流传。除了亚特兰蒂斯，在威尔士，人们讲述一个被海水吞没的王国；在布列塔尼，有一座因失去金钥匙而沉入海底的城市。这些故事也许都来自幸存者或者他们的后代对那场灾难的记忆。科学研究仍在不断推进。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次更古老的海底滑坡事件，被称为尼奥滑坡。它比此前提到的斯托雷加滑坡还要早大约12000年。这说明这些灾难并不是孤立的异常事件，而是海平面上升、海岸线不断破碎这一漫长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阶段。如今，北海的海浪拍打在曾经属于多格兰大陆的海底之上，掩盖着那些曾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遗骸。但通过声呐扫描和渔网打捞出的遗物，人们逐渐拼凑出它的故事。陆地是会消失的，而且有时候就发生在短短的1天之内。如果一场海啸可以抹去一片大陆，那么当天空本身坠落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当太阳失去光芒，寒冬不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这就引出了诸神黄昏。公元536年，太阳变得暗淡无光，不是一天，不是一周，而是整整持续了18个月。它发出一种冰冷而无力的光，就像透过灰烬看到的月亮。庄稼欠收，帝国动荡，北欧的人们仰望着这样的天空，开始低声议论：诸神愤怒了，世界末日正在临近。这听起来像神话，但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并且很可能成为北欧神话中最震撼预言的来源之一。芬布尔之冬，一场持续3年的严冬，被认为是维京末日诸神黄昏的前兆。历史学家将536年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这并不是夸张。当时一次巨大的火山喷发可能发生在冰岛，将大量火山灰抛入高层大气。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阳光变得极其微弱。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曾记载，太阳发出的光没有亮度。中国史书中则记录了夏季降雪的现象，而在爱尔兰，饥荒席卷大地。到了公元541年，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在本已脆弱的人口基础上肆虐，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在北欧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连续3个冬天没有夏天。这场芬布尔之冬被视为诸神黄昏的开端，但它究竟只是神话，还是对真实灾难的文化记忆？树木年轮的分析显示，在公元536年以及公元540年前后，树木生长出现了明显停滞。在丹麦，橡树几乎停止生长，粮食短缺，社会崩溃，村庄被遗弃，森林重新吞噬农田。这种创伤如此深刻，以至于考古学家认为，芬布尔之冬的神话很可能正是那段苦难历史的回声。在瑞典和丹麦，人们在这一时期大量埋藏黄金，作为献给未知力量的祭品。似乎在人们看来，诸神已经背弃了他们，而他们只能用最后的财富试图挽回。甚至北欧艺术也发生了变化，太阳的象征从雕刻和装饰中消失，就好像整个文化都失去了对光明的信念。然后，这样的灾难再次出现。公元940年，冰岛的垃圾火山喷发，喷出约20立方公里的熔岩，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熔岩流之一。而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冰岛史诗女巫的预言被创作出来，其中对诸神黄昏的描绘，包括太阳变黑、天空崩塌的画面，与现实灾难惊人的相似。或许人们真的记住了那些时刻，天空仿佛坠落，诸神流血。那么这些故事究竟是在预言未来，还是在讲述已经发生过的过去？